大家好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今天给大家讲述的是一个让人唏嘘的故事，这个案例真的很特别，也让我感慨万千。我从事婚恋服务这一行已经10多年了，见过太多的案例，但这个故事还是让我印象深刻。我今天要讲的主角小芳，今年35岁，在长沙一家国企上班，月薪1万多，有车有房，人长得挺漂亮的，属于那种清秀知性型。按理说，这样的条件在婚恋市场上应该很吃香才对，但现实却狠狠地给了她一记耳光。记得小芳第一次来我们机构时，穿着得体，妆容精致，一看就是那种事业有成的都市丽人。但当她坐下来跟我聊天的时候，我发现她眼中满是焦虑和无奈。丽姐，我真的没想到自己会变成大龄剩女。小芳低着头，声音里带着一丝哽咽。我安慰她说，别着急，先跟我说说你的情况，我们一起想办法。原来小芳之前一直专注于事业发展，眼看着同龄的朋友一个个结婚生子，她却因为忙于工作，把婚姻的事情一拖再拖。等到她终于决定认真考虑个人问题的时候，已经30出头了。我当时觉得自己条件不差，找个合适的对象应该不难。小芳苦笑着对我说，结果几年过去了，相亲了几十次，竟然连一个能走到最后的都没有。小芳告诉我，她最开始的择偶标准其实挺简单的，年龄相仿，有稳定工作，性格温和，最好是长沙本地人或者愿意在长沙定居的。但随着相亲次数的增加，她的标准不断的降低，到最后只剩下真心喜欢我这一条。丽姐，你说我是不是太挑剔了？小芳满脸疑惑。我摇摇头，这标准真的一点都不高。现在的婚恋市场真的是太复杂了，特别是对于35岁以上的女性来说，处境确实有些尴尬，你知道吗？我最近相了一个男的，条件一般，比我大5岁，离过婚，还带个孩子。小芳继续说道，他妈妈竟然直接问我能不能出50万彩礼，说是给儿子和孙子的保障，我听了差点没喷出来。现在是什么情况？大龄女性不仅嫁不出去，还要倒贴钱，这完全颠覆了传统的婚恋观念啊！小芳告诉我，这还不是最离谱的。有一次，她相亲对象直接跟她说，你年纪这么大了，生育能力肯定下降，如果结婚的话，你家得多出一部分钱作为补偿。听到这里，我真是气不打一处来，什么叫补偿？婚姻是2个人的事情，怎么变成了一场交易？这些人把婚姻看得也太功利了吧。小芳说，她有一次实在忍不住了，就问一个相亲对象，你都40多岁了，离过2次婚，带着2个孩子，凭什么对我要求这么高？结果那个男的理直气壮地回答，我是男人啊，男人年纪大不要紧，只要有事业有钱，随时可以找到年轻漂亮的老婆。你不一样，你是女人，年龄大了就是硬伤。这种赤裸裸的双标真的让人愤怒。但更可怕的是，在现实中，很多人确实是这么想的。大龄女性在婚恋市场上的确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和不公平的对待。小芳跟我分享了她的一些相亲经历，简直让人哭笑不得。有一次，她相了一个号称是海归硕士的男生，见面后发现对方连基本的英文都说不利索，所谓的海归就是去泰国旅游了1周。还有一次，对方在照片上看起来挺帅的，结果见面才知道是10年前的照片，现在已经地中海发型加啤酒肚了。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个商品，被放在婚恋市场上任人挑选，年龄大了就自动贬值，不管其他条件多好都没用。小芳的话让我感到心疼。确实，在很多人的观念中，女性的价值似乎与年龄和外表密切相关，而男性则更多的以事业和财富来衡量。这种不平等的标准让很多优秀的大龄女性陷入了婚恋困境。小芳说，她的父母已经急得不行了，开始动用各种关系给她介绍对象。街坊邻居、远房亲戚、朋友的朋友，只要是单身男性，都成了潜在的相亲对象。我妈每天都在念叨，说再不找个人嫁了，以后孤独终老怎么办？连个照顾自己的人都没有。小芳的眼圈红了。这种来自家庭的压力，对很多大龄单身女性来说，简直是雪上加霜。她们不仅要面对社会的偏见和婚恋市场的残酷现实，还要承受来自亲人的不断催促和质疑。
有时候我真的很想随便找个人嫁了算了，但又怕匆忙之下做错决定，一辈子都后悔。小芳的纠结我能理解，毕竟结婚不是小事，一旦选错了人，后果可能是一生的痛苦。但另一方面，时间不等人，特别是对女性来说，生育的黄金期是有限的。丽姐，你知道我现在的日常生活是什么样子吗？小芳叹了口气，接着说道，每到周末，我爸妈就开始张罗着安排相亲。早上起床第一件事就是打扮自己，然后去咖啡厅或者餐厅，和素不相识的人尬聊几个小时。回到家，爸妈就迫不及待地问，怎么样，合适吗？如果说不合适，他们又要唠叨一整天。我听了之后也是一阵心酸。这种相亲模式，说实话，真的很难找到真正合适的人。毕竟感情是需要时间培养的，哪能一见面就知道适不适合过一辈子呢？最让我崩溃的是，小芳继续说，上个月我相亲的一个男的，见面第一句话就问我，你是不是打算找个人嫁了就生孩子？我当时就懵了，还没开始了解就直接谈生孩子。哎呀妈呀，现在的男人都这么直接的吗？虽然生育问题确实是婚姻中需要考虑的因素，但第一次见面就这么问，也太不尊重人了吧。小芳告诉我，她其实很想要孩子，也明白自己的生育时间窗口越来越小，但她不想因为急于要孩子而随便找个人结婚，那样对自己和孩子都不负责任。我有个同事就是因为年纪大了，急着要孩子，结果嫁给了一个根本不了解的人。婚后才发现对方有赌博的恶习，现在孩子都3岁了，她每天都生活在痛苦中。小芳说这话时眼中满是担忧，这确实是个两难的选择。时间不等人，但草率决定的后果又可能是一生的遗憾。我父母现在已经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，小芳无奈地说。上周居然瞒着我，跟一个男方家长商量好了，说愿意出首付帮我们买房，条件是我嫁给他们儿子。他们儿子今年42岁，离过2次婚，有个10岁的儿子。我听了都惊呆了，那你怎么想的？我当然不同意啊。小芳坚定地说，虽然我很着急结婚，但我不想把自己的人生就这么草率地交出去。况且我自己有房有车，为什么要用嫁给一个不爱的人来换取父母的钱呢？我由衷地为小芳的态度点赞，在婚姻问题上，宁缺毋滥是非常正确的选择。毕竟一段不幸的婚姻比单身更加痛苦。但是丽姐，我真的好迷茫。小芳眼中泛起泪光，我都35了，还能等多久？我身边的朋友都已经有了自己的家庭，有的孩子都上小学了。每次朋友聚会，大家聊的都是孩子的学校、老公的工作，只有我还在为单身发愁。社交孤立感，这是很多大龄单身女性共同面临的问题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朋友圈的话题和生活重心都在发生变化，而单身的人很容易感到格格不入。最让我受不了的是那些闲言碎语。小芳继续说，我表姐前段时间结婚，婚礼上亲戚们看着我的眼神就像在看什么稀有动物一样，还有人当着我的面讨论，这么大年纪了还没嫁出去，是不是太挑剔了？现在找对象肯定要降低标准啊，谁会要30多岁的剩女？听到这里，我的心都揪起来了。这种赤裸裸的冒犯对当事人来说简直是精神上的折磨。为什么社会对女性的评价总是和婚姻挂钩呢？一个人的价值难道就只体现在有没有结婚上吗？我有时候会想，小芳的声音低了下来，是不是我真的有什么问题？为什么同样条件的男性可以娶到年轻漂亮的妻子，而我这样的条件却连一个般配的对象都找不到？我拍拍小芳的肩膀，安慰她说，这不是你的问题，而是整个社会的婚恋观念出了问题。男性可以大龄婚恋，甚至被认为是成熟稳重，而女性年龄大一点就变成了剩女，这本身就是不公平的。确实，在传统观念里，女性似乎总是被要求趁年轻赶紧嫁人，而男性则可以事业有成再考虑。这种性别差异造成了婚恋市场上的严重失衡。丽姐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小芳看着我，眼中满是期待。我该继续坚持自己的标准，还是该妥协一点？这个问题真的很难回答。作为一个婚恋顾问，我见过太多因为妥协而后悔的例子，也见过因为坚持标准而错过良缘的案例。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，
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答案。小芳，我觉得你首先需要想清楚，你到底想要什么样的婚姻？我认真地对她说，是为了摆脱剩女的标签而随便找个人结婚，还是真的希望找到一个能陪你走完一生的伴侣？小芳沉思了一会儿，然后说，我当然希望找到真心相爱的人，但现实是我遇到的大多数男性，要么嫌我年龄大，要么就是冲着我的房子和存款来的。很多人甚至连基本的尊重都做不到，第一次见面就问我父母有多少存款，我月收入是多少。这种赤裸裸的物质考量确实让人感到寒心。婚姻应该建立在相互尊重和真诚相爱的基础上，而不是变成一场利益交换。最近我相亲的一个男的，小芳继续说，年龄比我大2岁，工作一般，家里条件也很普通。见面聊了没多久，他就说希望结婚后我的工资全部上交给他管理，他会每个月给我一些零花钱。我当时就惊呆了，这是什么封建思想啊？我听了也是一阵无语，这种控制欲极强的人绝对不适合结婚。婚姻中最重要的是平等和尊重，而不是一方控制另一方。还有一次，小芳说道，相亲对象一上来就说，他妈妈要求他找个会做家务的老婆，问我会不会做饭，能不能照顾好他和他父母。我反问他，那你会做家务吗？你能照顾我和我父母吗？他居然一脸惊讶地说，男人为什么要做家务？这种双标实在太明显了，为什么女性就应该负责所有家务，而男性可以完全不参与？现代婚姻应该是2个人共同经营的家庭，而不是女方单方面付出。丽姐，最离谱的是上个月那次相亲，小芳的表情变得更加无奈。对方是个公务员，条件看起来还不错，聊了一会儿感觉也挺合得来的，结果吃完饭他直接说想带我去酒店，说什么大龄女性应该对这种事情看得开一点，我当场就走人了。我听了简直气炸了，这是什么逻辑？大龄就该降低自尊，接受这种不尊重，太过分了，你知道吗，丽姐？小芳眼中含着泪水，我有时候真的觉得自己像个商品，而且是个即将过期的商品。人家挑来挑去，嫌这嫌那，最后还要讨价还价。我从小到大一直努力学习工作，就是为了能够独立自主，不依附于任何人。可现在婚恋市场上的规则似乎告诉我，我所有的努力和成就都不重要，重要的只是我的年龄和生育能力。小芳的话让我心里一阵酸楚。这就是现实，尤其对女性来说，婚恋市场上的不公平对待确实存在，而且非常普遍。我妈经常说我，你看看你，条件这么好，怎么就嫁不出去呢？一定是你太挑剔了。她不明白，不是我不想嫁，而是根本找不到愿意平等对待我的人。小芳无奈地说道，是啊，很多父母一代人的婚恋观念还停留在女人迟早要嫁人的阶段，他们无法理解现代女性追求独立和平等的心态。上周我妈居然说，你要求那么多干嘛？找个有稳定工作的，能养家的就行了。女人最重要的还是相夫教子。我当时就火了，跟她吵了一架。我辛辛苦苦读书工作，不就是为了能够活出自己想要的人生吗？为什么到头来还是要回到相夫教子这个老路上？这种代际之间的观念差异，确实是很多大龄单身女性面临的困境之一。父母那一代的婚恋观念与现代年轻人有很大不同，这种差异常常导致家庭冲突。丽姐，你说我是不是应该放弃了？小芳问我，也许我这辈子就是命中注定要一个人过，怎么会呢？我赶紧安慰她，你这么优秀，肯定会遇到欣赏你的人，只是可能需要更多的时间和耐心。可是我已经等了这么多年了。小芳苦笑道，每年生日许愿都是希望能找到对的人，可1年又1年过去了，还是孤身一人。我能理解小芳的心情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找到合适伴侣的难度确实在增加，但这并不意味着就应该放弃希望或者降低标准。丽姐，我有个朋友跟我情况差不多，最后实在扛不住压力，嫁给了一个条件一般但人还不错的男生。结婚后她发现对方家里有20多万的网贷，每个月她工资的大部分都要用来还债。更可怕的是，她婆婆要求她必须在1年内生孩子，否则就退货。小芳说这话时眼中满是恐惧，这种例子在我的工作中也遇到过不少。有些人为了摆脱大龄剩女的标签，匆忙结婚，
结果婚后才发现问题重重。与其这样，还不如保持单身，至少不会被伤害。丽姐，我最近在想，小芳的表情变得坚定起来。与其将就嫁人，然后过得不幸福，不如就这样单身。我有自己的事业，有自己的朋友圈，经济上也完全独立。难道非得有个男人，生活才有意义吗？我点点头，完全赞同小芳的想法。婚姻不是人生的全部，女性的价值也不应该只由婚姻状态来定义。保持单身也可以活出精彩的人生。不过，小芳的眼神又变得柔软，有时候夜深人静的时候，我还是会想象有个人陪在身边的感觉。不是为了满足社会期望，也不是为了传宗接代，而是因为爱情本身就是美好的。是的，渴望爱情和陪伴是人的天性，无关年龄和性别。每个人都有权利追求自己想要的感情，无论年龄多大。丽姐，你觉得我还有希望吗？小芳期待地看着我，当然有希望。我坚定地说，现在社会在变化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接受大龄婚恋，而且真正值得你托付终身的人，不会因为你的年龄而轻视你。小芳的眼睛亮了起来，似乎看到了一线希望。其实，我继续说道，我之前还接触过一个案例，女方40岁，男方38岁，两人相识于一次公益活动。男方非常欣赏女方的独立和智慧，不在乎她的年龄。现在他们已经结婚2年多，生活得很幸福。真的吗？小芳惊讶地问，我还以为这种故事只存在于电视剧里呢。真实生活中这样的例子虽然不多，但确实存在。我告诉小芳，关键是你不能放弃希望，也不要因为外界压力而降低自己的标准。小芳点点头，眼中重新燃起了希望。丽姐，谢谢你的鼓励。我决定不再为了结婚而结婚，而是为了幸福而结婚。如果遇不到对的人，那就继续单身，至少不会被伤害。我由衷地为小芳的决定感到高兴。这种清醒的认识比盲目追求婚姻要强得多。对了，丽姐，小芳突然问道，你有什么建议可以帮我提高相亲的成功率吗？我想了想，然后给小芳提出了几点建议。首先，拓宽社交圈。相亲不是唯一的途径，参加一些兴趣活动、行业交流会等，可能会遇到志同道合的人。其次，调整心态，不要把每次相亲都看得太重，抱着交朋友的心态去认识新的人，减轻自己的压力。第三，适当降低要求，但不要放弃原则。比如年龄、身高这些外在条件可以灵活一点，但人品、三观这些核心问题绝对不能妥协。最后，学会自我提升，不管有没有对象，都要让自己的生活过得充实而有意义。一个积极向上、热爱生活的人，自然会散发出吸引力。小芳认真地听着，不时点头。丽姐，我明白了。与其把希望寄托在他人身上，不如把精力放在提升自己上。即使最终没有遇到对的人，我也能过上精彩的人生。我赞同地点点头。这才是最健康的心态。不过丽姐，小芳犹豫了一下，你觉得我应该考虑那些倒贴的条件吗？比如我父母说愿意出首付，让我嫁给那个离过婚的男人，我坚决地摇摇头，绝对不要。婚姻是一辈子的事情，不是交易。如果一开始就建立在物质基础上，那这段关系注定不会长久。更何况你自己有房有车，根本不需要通过这种方式来获得物质条件。你说的对，小芳释然地笑了。我差点被社会的偏见冲昏了头脑。我有自己的事业和生活，不需要靠嫁人来证明自己的价值。看着小芳逐渐坚定的眼神，我知道她一定能走出这段迷茫期。无论最终是找到真爱还是选择单身，她都能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。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小芳的故事讲到这里。其实在我多年的婚恋服务经验中，像小芳这样的大龄女性真的不在少数。她们大多优秀、独立、有思想，但却因为年龄问题在婚恋市场上屡屡受挫。我想说的是，无论你是大龄单身女性，还是正处于择偶阶段的年轻人，都不要被社会的偏见和压力所左右。婚姻的意义在于两个人的相互陪伴和成长，而不是满足他人的期望或者符合社会的标准。如果你现在正经历着类似小芳的困境，请不要灰心，相信自己的价值，坚持自己的原则，总有一天会遇到那个欣赏你、尊重你、愿意与你共度一生的人。
即使最终没有遇到，单身的人生也可以过得精彩而有意义。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故事，我是丽姐，我们下次再见。